都2025年了，你还会坐公交车去机场吗？我记得曾经这个行李舱是塞满的，现在就放了一个行李箱。嘿，突风，下面是一个正常人都不会做的决定。从虹桥机场到浦东机场，现在只要39分钟，26块钱就能坐快速铁路到达。但是如果你要坐公交车的话，堵车的话需要超过1个小时，并且要36块钱。那么换你会选择机场大巴吗？连接2大机场的传奇公交，这班神奇的公交车就在我旁边，它就是曾经上海公交的一哥。机场一线，机场一线曾经是沟通上海虹桥、浦东2大机场的品牌公交线路，乘坐舒适、高速直达，一度是大家转机的高性价比选择。但是大家知道吗？在机场联络线开通之前我们的机场一线是上海公交之光，用的是上海最豪华的公交车斯堪尼亚，而且配备的是上海最优秀的公交车司机，最好的服务、最优秀的司机，当然还有最高端的配车。机场一线所使用的是号称公路之王的斯堪尼亚，这款由苏州海格代加工的名为统领的大巴车，曾是上海机场公交线的亮眼名片。可惜由于运营成本高昂，加之客流惨淡，当你看到我这条视频时，这些豪华大巴已经被转卖了。据说是卖给菲律宾了，也有说是卖去中东了。然后我们这一边不是排队嘛？以前专门有长得非常漂亮的小姐姐在这里引导大家上车，然后收费现在小姐姐肯定是咔嚓开除了，这一边贴了一个大家就在上买票就行了。曾经行李舱都能塞满，10分钟不到坐满1车的机场一线，1小时15分的魔鬼间隔只换来4位乘客。现在是1个小时一班吧，就4位乘客，包括我，4个冤大头。沪 EB7615机场一线方向浦东机场。大家安全带系好了。虽然票钱连油费都不够，但你说好了1小时15分一班车，到点还得发车。14点45分，本班机场一线发车，驶离虹桥东交通中心。1分钟后就能遥望一下我的老东家 MU。这时我们已经驶上了红鱼高架路，机场一线往返上海2大机场，全程70公里，一站直达。这一路不是高架就是高速，并且1个红绿灯都没有。在那个司机人均7星大佬的年代，曾经创下39分钟搞定全程的记录。要知道那时候地铁2号线需要在广兰路换乘，这样一算，坐地铁还比坐大巴慢1个小时。出发第18分钟，机场一线驶过新庄立交，同时 S20 外环高速也转过一个直角，变为东西走向。此时此刻，距离外环高速南边1.5公里的地下，平行着一条快速轨交线，它正是机场一线的终结者——世域机场线。你很难想象，36块钱车费省去10元，还能快20分钟，没有任何悬念，客流咣了一下，全跑去世域机场线了。15点09分，徐浦大桥过了江，从华金到了三林。3分钟后下穿济阳路，路程过半。据说斯堪尼亚被卖掉后，机场一线配车换成了9米的金龙，虽然也合理，寥寥数位乘客拿12米的大巴跑确实浪费了，但一哥的牌面也是到此为止。在外环高速上，一哥也从见谁超谁变成了谁都可以超。当然，这只是规定使然，司机师傅本事还是有的。外环高速、迎宾高速一路向东，三林康桥、孙桥、黄楼到川沙，总共17分钟。真的不是机场一线太慢，而是世域机场线太快。限速100的和达速160的根本就是2个层级嘛。3点半，川南凤公路接近。当你看到磁悬浮轨道出现在中间隔离带，说明浦东机场快要到了。4根车道的高架直直的延伸到航站楼，到过浦东机场的各位应该是很熟悉了。而这片水池更是标志性景点。现在是15点40分，距离发车55分钟。欢迎来到浦东机场 T1 航站楼。下面有行李看一下，别拿错了。请留意所乘坐航班的航司，列出的航司在 T1，没列出的都在 T2。
15点43分，终点站浦东机场 T2 航站楼，全程58分钟，其实也就比市域机场线慢19分钟。全部下了，这 T2 下去慢一点啊，地上滑的。虽然我等车花了1小时5分钟，闲着无聊翻了翻我坐过的机场一线车票，吓我一跳。从 B10M 到9300，再到斯堪尼亚，真的坐了好多次。如果有一天机场一线真的被市域机场线干倒闭了，至少我会有些难过，但是也没有办法的。